有人把这个2022年的他的这个第1号的这个军委令跟过去他2020、2021来做比较。有人说法是说，过往对于这个军方的要求，当然都是对外但是说这一次这样说法，把里面的这些内容感觉有点也提醒军队要开始对中国内部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也代表又是大家在预测的是内部可能不是非常的稳定。老师从这一个2022年的第1号的这个军委令，到底可以看出跟过往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意涵呢？我想，中国向来强调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这个军队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习近平的3个头衔嘛，国家主席、党总书记，还有一个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照理说，这个全世界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这个称法嘛。你既然是国家主席，你自然就是3军统帅，何须要另外还要有一个头衔？这就可见的这个中共对于这种军事的掌握对这种武力的沉迷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种高度，这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其实呢，他最不放心的可能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所以他把这个7大战区改为这个7大军区改为战区然后呢，又把许许多多的这些老部队、老番号这个在这个从这个1949年之后甚至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都没有改的，都把它改了这个军队的结构可以说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远大于这个地方的党政架构。可见呢，他对于这个军事来讲还是不太放心的。你把那些旧的番号取消掉了旧的这个架构取消掉了，其实就是斩断了这个军中这个上下老干部老部下老长官之间的联系，至少斩断一部分这个其实呢，重点还是担心这个是不是会起来反对他？因为呢，如果你单纯的强化战力你就投资在这个军事建设武器装备就像刚才明杰兄讲的，你说这个逆中战机啦这些新式武器啦、航母啦，你搞这个没有问题嘛？可是你现在连改到那个连怎么部队的架构这个部队的番号这个统统都在改那显然呢就不纯然是增加战力这样子的目的，而是有更深层的这个维稳的因素在。这个维稳不是说用解放军去维社会的稳这么简单，而是维解放军自己内部的稳。我想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重点了那目前看起来呢，当然这个他抓这个军事是抓得很牢了。那抓军事抓得很牢，老实说这个很多人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力不断的强化会不会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老实说这个如果站在习近平对这个解放军的基本的这个逻辑上来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派军攻台这个绝对不会是他最重要的这个整军或者的目的这个因为呢，现在如果你派军攻台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实施军队的指挥嘛他不可能实际上下来这个指挥这个陆军、海军、空军这个火箭军都不可能的。所以呢，换句话说，你攻台纵使他是最高统帅这个要不要开战是由他拍板，但是呢，许许多多实际上指挥作战这个部队还是要靠职业的军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攻台那这个解放军里面这个军队的力量、军队的声音特别是习近平不一定能够掌握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声音会上升。这个老实说，其实未必对习近平掌军是件好事。因为你现在如果打仗当然是要打赢嘛，对不对？那打输的不用讲了，没有人希望打输的。可是打赢了之后对不对？这个谁是这个功臣谁是这个立大功的这个将领那老实说，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有这个尾大不掉的情况，成为新的民族英雄挑战到这个党的这个高度其实说老实话，长年以来中共在讨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直有这样子类似的设想。这个设想当然不见于任何的这个正式的文件，但是呢这个毛泽东呢，其实当年呢就一直在想说，这个派陈毅、三野解放台湾。可是三野部队呢在这个华东一带集结之后陈毅调中央服务了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一直后来担任副总理主管这个外交部分就没有实际再回到解放军。意思就是说，用你的兵，但不用你
意思是什么？怕你这个将来如果说平定了台湾，对不对？你这个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个这个更高的这种这个难以控制的权威？这也很难说嘛。因为譬如说我们看这个彭德怀带兵去打了朝鲜战争，那朝鲜战争中共自己宣称是胜利的，结果彭德怀反而功高震主。这个在这个50年代末期的这个庐山会议里面，这个彭德怀因为对大跃进这个有意见，写了万言书给毛泽东被整肃这个我想对中共党史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都很熟悉嘛。但是呢，彭德怀为什么会被整肃都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大跃进有意见，而是呢，他身为国防部长，你对于这个大跃进这个经济政策有意见。这个就被毛泽东认为你是违反了党指挥枪的这个基本原则了。那其他的人呢，对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有意见，挑战一下，或许可能还好。问题是你彭德怀是志愿军总司令是当时这个大树特树的英雄人物，东方战神，你有意见，这个非同小可，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后来聂荣臻就跟他说：“你这个发表这个万言书总的来看不是这么简单，这个问题的性质不一样，你是挑战了这个党指挥枪的这个基本原则了。那这个不只是单纯的你对这个问题有意见，而是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你是军人然后又是这种立了大功的军人，你对这个党中央的经济政策有意见，这跟其他人有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这个彭德怀就被整肃，这个其实跟这个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也就是说习近平掌握这个对军队的控制对内还是强调稳定打，因为你能掌军当然能够稳定打里面有什么任何的派系要挑战他，当然现在我认为可能性很低很低。但是任何人有什么不满，我只要军队在我手里，党内就保证没有人敢乱说乱动。那我掌握军队，老实讲，整个中国社会也没有人敢乱说乱动。这一点其实是比要平定台湾来的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这个中共呢，在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加强这种速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快各种先进武器像譬如说刚才讲到这个歼-20这个数量虽然当然现在还是20多架了还是多少架，这个它当然也没有个确定的数字，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你说要达到100架、150架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是不在乎这个经费的投入的，因为他没有国会，没有民意这方面来讲，他一定这个优先投入。我想所以将来我们看到任何数据说有了100架、200架、300架，还是什么武器有什么，我认为都不奇怪。重点是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军队呢对内还是重于对外。这一点是一个永恒的前提。那如果说呢，他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了这个能够快速压倒台湾的这种防卫，压倒台湾的抵抗，然后呢，在美国能够调集足够的兵力前来干预之前，就把台湾问题解决了。那这个是他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了因为中共呢他自己认为这个攻台军力越大，那么美国呢需要调来协防台湾的军力当然也越大，那这是一定的嘛。那美国要调来越大的军力，需要的时间当然越久。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点来讲，其实他们认为长期发展对他们北京是有利的，因为呢，它不断的强化的军力，强化它的军力呢，那这个压倒台湾抵抗的时间呢，相对来讲就越短嘛，然后呢，你这个美国要调来的时间相对来讲又越长。所以呢，这个就形成一个像我们在股票市场讲到的死亡交叉嘛，就是倘若呢，它的军力发展到说能压倒台湾抵抗的时间在2周内、3周内，然后它有这么大的军力呢，美国要调集足够军力过来可能也要3周、4周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美国呢还需要通过国会还需要有这个一定的政治程序国内也不可能没有经过一定的政治讨论就出动这个大量的军队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就认为说，这个可能就是武力犯台的机会就来了。
那如果说他有这样子的军事优势的话，那让台湾这边呢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先出来，好，那这个更加速了他这个接收台湾的时间，好，所以我认为其实他发展军事力量这个还是有它一定的这种积极性，因为一方面来讲可以这个威吓其他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他所谓的解决台湾问题制造有利的条件，那这个如果说呢真的必须要这个用武力这个统一台湾的话呢，他认为军事力量还是最重要，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假定美国完全不会介入，也就是说，美国如果介入的话呢，怎么样跟美国大打一仗？那当然，这个中共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准备中。那当然，准备的程度到底怎么样？老实说战争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够事先100%预料到的。美国这么强大去打反恐战争，他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后来是会那个样子。所以这一点来讲，因为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对中共来讲呢，这个军事呢还是建设，但是就是备而不用在这个备而不用的过程当中呢，你军事的投入、军事的建设，显然就不能让这个投入跟建设变成让军队做大，威胁党、威胁习近平的统治。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就是一个习近平的难点。你要投资，你要这个让军队强大，但是呢又不能让军队做大，强大但不做大。我想这一点其实是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挑战。